大家好，我是 Living Sk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奶香馒头的做法。我之前用压面机做了一系列的视频，包括面条、饺子皮、春卷皮、馄饨皮等等。这个馒头是应一个观众之邀用压面机做的。在做馒头之前，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方子的来历。30年前，当我刚刚踏上加拿大土地的时候，我这个从南方来的妹子是不会做面食的。我所在的城市买不到米，只有面粉。为了生活，我只能用机器来做各种面食。最开始做的面食就是意大利面和各种各样的面包，方子全是来自于机器本身带来的配方。我现在做的一系列的中式面食，实际上是从面包和意大利面条上面发展而来的。今天做奶香馒头的方子我已经用了30年了，详细配方我会列在视频底下。要说明的是，其中的牛奶可以被任何的液体代替。所有食材混合后，只要揉成面团就行，不需要太光滑。盖上盖，让面团松弛10分钟，并不需要让它发到2倍大。接下来就是用机器来完成一系列的做馒头的动作，但是用手工完全可以达到同样的速度。将面团分成4份，每份面团可以做5个小馒头。操作期间不用的面团要注意防干，包上保鲜膜和盖上盖都行，免得表面形成干壳。取小团面，先给它搓成条，然后再压扁，厚度能塞进压面机的第1档就可以。我的压面机分7档，从1到7，从厚到薄，宽度是6寸。做馒头的面皮不需要太薄，用到第3档就足够了。至于需要压多少遍，没有定数，原则上就是要求面皮2面都很光滑，宽度要达到最大的宽度。不光滑或者宽度没达到，都是同样的手法，就是将面片折叠起来，重压1次，都要在第1档或者第2档完成。第3档只需要压1次，也就是起到一种锦上添花的作用，使它更光滑紧皱。经过2次滚压后，面皮就不会粘手了，所以也不需要撒太多的干面粉。面片滚压完后，将看得出有叠痕的那一面朝上，在面皮表面刷上一层清水，用手将明显的水迹抹均匀，然后将面片从一端卷起，卷成筒状，卷得越紧越好。刚才刷上去的水会将面皮粘连起来，如果没卷紧，中间有可能产生空隙，也就会造成馒头的塌陷。用一只手掌顶住端头，另外一只手掌滚动面卷，让面卷拉长卷紧，保持端头整齐。最后用快刀切成5段，将切好的小馒头放进蒸锅，醒面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馒头按起来很有弹性，但是并没有发起来。蒸锅里放冷水，开中小火，等水开后计时10分钟，再关火等待5分钟开盖。一锅晶莹剔透、毫无瑕疵的奶香馒头就出锅了。小馒头弹性十足，香甜可口，掰开后看不见明显的蜂窝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是 Living Sky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